欢迎又来到我们 JS 说频道，第59章，自恋是病。不过，他的警惕性还没低到100米之内有人他都发现不了，很明显是对方的修为太高了。理智告诉他，这个人不好惹，他还是不要搭理为妙。淡定地收回视线，他将外衣又穿了回去。慕容景天轻身一纵，跳到了他身前，他狭长的凤目微微一眯，唇边扯出一抹邪魅的笑。美人，你的这招美人计虽然老套，不过还算有些新意。恭喜你，你成功引起了本太子的注意。凤浅气笑了，无语地瞥他一眼，见过自恋自大的，还从没见过像他这样自恋自大的。麻烦，让一让。见他不动，他脚下一挪，绕过他身侧，走了过去。慕容景天一怔，幽冷邪佞的凤目飞掠过一道杀机，转眼即逝，锦袍随风一摆，他几步越过了他，眉尾一挑。想和本太子玩欲擒故纵的把戏？凤浅狂翻白眼，自恋是病，得治。这时，从远处忽来一阵风，凤浅冷不丁打了个哆嗦，双臂抱紧，真冷啊！慕容景天狭长的凤目微眯，唇角一牵，扯出一抹冷媚性感的笑。怎么，又换苦肉计了？我凤浅有生以来第一次词穷了，面对他这样自大又自恋的极品男人，他简直要吐出血来。突然鼻子痒，他仰头打了个喷嚏。慕容景天斜睨着他，只要你求我，本太子或许可以格外开恩，将狐裘赏赐于你。凤浅看他一脸不可一世的表情，冷冷拒绝道：不用了，我不需要。话音刚落下，他又连打了3个喷嚏。慕容景天抱胸睨着他，语带嘲讽道：就算计谋被识破，你也没必要自暴自弃吧？何苦呢？他自暴自弃？他哪只眼睛看出来，他自暴自弃了？凤浅深吸一口气，忍无可忍，一字一顿道：你听清楚了，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慕容景天忽然脸色黑下来，阴沉恐怖，四周围一片死寂。就在凤浅以为他要飙杀人的时候，他却放声狂笑起来。有意思，你果然比那些女人聪明多了，也有趣多了。本太子决定给你一个取悦本太子的机会。我凤浅再次词穷了，抚抚胸口，以免被他气晕过去。就在这时，从不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，一名黑衣劲装女子疾步行走在林中，转眼就到了2人跟前。她的目光迅在凤浅身上打了一转，带着明显的敌意。什么事？慕容景天目光一锐，冰冷的声音不带丝毫感情。黑衣女子垂道：殿下，驯兽师已经成功驯服了100头灵珠，请您过去瞧瞧。闻言，凤浅表面不动声色，心下吃了一惊。他和轩辕彻在林子里找了半天，只找到1头灵珠，他们竟然一下子就找到了100头。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希望帮忙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点开旁边的小铃铛，点一个赞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哟。知道了。慕容景天冷冷应了声，扭头，闪着幽寒锋芒的眸子扫向凤浅，顿了顿，忽然解下身上的披风，双臂一挥，狐裘大氅迎风招展，披在了他的身上。你干什么？凤浅下意识的反抗，却被他右臂一揽，整个儿斜在了腋下，轻身一纵，朝林子深处飞掠而去。耳边传来他霸道不容智慧的声音：以后你就跟着本太子，本太子去哪儿你就去哪儿。黑衣女子见状，目瞪口呆，等反应过来，她的眼底燃起熊熊的嫉妒的火焰。这个女人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为何主子待她如此特别？凤浅被人挟在腋下，气得差点吐血。喂，你放我下来！你这个自恋狂，听不懂人话吗？我对你一点兴趣也没有。慕容景天对他的话彻底无视，几个纵跃便已穿过大半个林子，眼前豁然开朗。凤浅原本还在大叫大嚷，待看到前方的情景，他自动收了声，吸引力全部被那100头灵珠给吸引了过去。密密麻麻的灵珠被围成了圈，由10几名身穿黑色铠甲的高手看守着，一头头的灵珠乖顺地匍匐在地。若不是他们身上隐约浮现橙红的灵气光晕，凤浅真怀疑他们只是一群供人赏玩的宠物猪。要不是先前亲眼所见，凤家人为了围堵1头灵珠，险象环生，他差点以为灵珠是没有攻击性的。这么多的灵珠全部被他们驯服了，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？不知不觉，他的双脚落了地，他好奇的表情落入慕容景天的眼中，他肆意的笑了起来。喜欢吗？喜欢就送你几头。话一出口，旁边穿黑色长袍的老者微微变了脸，上前作揖道：太子殿下，万万不可。方才老夫和几位同僚动用了驯兽大阵，才好不容易抓齐100头灵珠，现在元气大损，想要再驯服灵珠，恐怕……
慕容景天面色骤然一沉，阴冷的眼神犀利如刀。你们不是号称星云帝国最厉害的驯兽师吗？区区一个驯兽大阵就要了你们半条老命，你们也好意思自吹自擂？黑袍老者气得胡子抖了起来，奈何顾及对方身份，敢怒不敢言，只得忍气吞声道：“老夫惭愧，驯兽大阵居然这么厉害。”凤浅眼底生出浓厚兴趣，暗暗默记于心，有机会他也要学上一学，以后再找灵才的时候就方便多了。见他感兴趣，慕容景天孤傲的眉峰一挑：“你若是喜欢，等回了帝都，本太子让他们当面表演给你看，保证让你过足眼瘾。”凤浅听他说完，立刻就看到几位驯兽师变了脸，脸色十分难看。他们可是受人尊重的驯兽师，不是表演杂耍的。这位太子倒好，为了博美人一笑，竟拿他们取乐，这实在是太气人了。一道道不善的目光朝他射来，欲将他撕个粉碎。在他们眼里，他仿佛成了那个魅惑太子的狐狸精。我去，你们瞪我干什么？关我屁事！凤浅无语。就在这时，另一名劲装黑衣女子疾步从远处走了过来。太子殿下，公主传讯过来，火云洞的那头妖兽十分难对付，请殿下前往协助。慕容景天长眉一挑，紫云独自一人去取灵火种了。紫云？难道紫云公主？凤浅不自觉地挑了下眉头。听紫云公主提起，她的哥哥景天太子也来了黑雾森林，想来就是眼前的男人了。